子阳每次你走他都哭的，他就是说我每次都舍不得妈咪走的，就是怪我的儿子不懂事又懒惰，整天在家里。我真想骂我的儿子不争气，这么好的媳妇都给丢了。一段来自妈妈的哭诉，她的愿望非常的简单，希望自己的儿子和已经离异的儿媳能够重新走在一起。为了更方便的来梳理他们俩的情感关系，我们已经把这一套结婚证和离婚证放到了周老师的手里。周老师，请你给大家宣读一下结婚的日期是什么时候？2007年12月11日，两个人领了结婚证。但是现在这个结婚证已经写上了双方离婚证件失效。好，那离婚证上的日期呢？2015年1月30日，也就是刚刚1年。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曾经的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黄先生35岁，来自广东，职业销售；女嘉宾邓女士36岁，同样来自广东，是一名公司文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你母亲特别希望你们俩能在一起，你自己的个人愿望呢？我也很希望是这样子。好，那咱们简单的梳理一下，两位在2015年1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问题要离婚呢？是谁提出来的呢？我。原因是？因为我跟他就认识到离婚是差不多整整的10年。走到我告诉你也是没有用的，你就是不会。后来我就跟他讲，既然你不会，那你行，你把他送到我哥那边去吧，他们会帮我照顾好我儿子的。然后我就这样子出门了，所以有那一次回来之后，我就从此以后我就不再靠这个男人。孩子过去那不是第一次发烧是吧？对。你会看体温计吗？很抱歉，真的不会看，因为看那个水银好像很难看得准那样。你还真是一点生活能力都没有，你还笑得出来。因为这些事情也跟他吵过，吵架的时候就肯定就是那个嘴巴就不好了，吵得很过分的时候提出离婚。对。您对孩子又那么不放心，这是一个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人，为什么孩子给了他？因为我觉得孩子抚养权在谁，不会阻止我对他的爱，所以他当时他说想抚养权选谁的话，我说让他自己选，他说选他的。所以我尊重他。离婚已经小1年了，对吧？你大概多久看一次儿子？除了工作忙，每天都会看。他白天去上学，放学的时候我会回来辅导一下他的功课，然后我就会离开。婚姻内的 AA 制是谁提出来的？也是我。以前我不提，他是1分都没出。到了我觉得我自己有压力的时候，所以我提出。就是从结婚开始，你们俩的钱就是各花各的，对吗？差不多。不是差不多，因为有一段时间他是没有工作。他每天都在做他的梦，他何来钱来抚养我和儿子？后来小孩上学了以后，上了幼儿园的时候花的钱也越来越多了，然后我就教他在孩子教育抚养这方面，就是说 AA 咯，就平分那样子，就说你可以不用花钱在我身上，但是小孩你有份的。那你觉得他做的最不让你满意的事情是什么？除了孩子之外？他有一件事情也令到我觉得很心寒的。我们一直跟奶奶一起住，也跟奶奶相处得很好。就有一次我们就是也会吵架了，每一次吵架奶奶她就会她身体有点不好，她会觉得会晕，会脚软，会不舒服。所以当时吵架的时候，奶奶本来是在洗碗的，看到我们在吵，马上就拖着个脚很痛苦的要回房间。是我扶着他回房间的。我在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一吵架的话，他就会说一些很狠毒的话，会问候我的祖宗十八代，我就不管他，我就想着扶奶奶回房间。结果后来我听到门响了，我就朝门外看了一下，原来我的包包被他扔到门外去了。我情急之下，我就肯定先去捡包包嘛，因为在门外不安全。在捡包包的过程当中呢，门带上了。我就叫他开门，他不开，我说可以，你不开，但是请你倒杯水给你妈妈，让她吃点药。他当时的反应就是说，不倒水不单词，就是马上把窗户关好，把窗帘拉上。
来关系很好。一开始您为什么误会他呀？他有点直来直去，有时候我觉得好像不习惯了。他们离婚的时候，您没劝他们呀？当然有劝啊，我看见人家全家福一起去玩，我都很羡慕。人家都说家里的事，但是我儿子不离开，所以我就劝我儿子，你一定要把雅文找回来，你一定好好的对他。我再问您哈，你儿子想让你媳妇儿回去吗？想啊，见我煲好汤，他就叫我，他说你叫他回来啦。但是我说你怎么不叫奶奶帮他做这些事情？我明白。不是，我说你怎么不说？次次都是我说，我肯定会叫了。我每次煲好汤，我都叫媳妇回来喝。您先生对他们离婚怎么看啊？我丈夫12年的时候去世了。去世了。那您现在等于既养儿子又养孙子是吧？我养孙子，我心甘情愿，我真是很疼孙子。我理解。我也很疼我媳妇，就是我儿子就是不争气，说话经常会伤人，伤到我媳妇了。行，我明白。我还能理解他，媳妇有时候都受不了。我很想媳妇回来，一家人团聚。刚才您儿媳说了一段话，说得特别好，她希望她去做一些什么，而不是您。所以您要想让她回去的话，我觉得做妈妈的职责您已经尽到了。您先下去休息好不好？交给我们老师们好吗？来，请回哈。你要她自己好不好？你要她自己好不好？啊！看到奶奶的时候，情绪就控制不住是吧？其实那个感情还是有，这个男人能力强弱你应该知道对吧？知道。我那时候就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广州本土的男生没结婚之前呢，都是吊儿郎当的。当时就给个希望自己，觉得可能他以后结了婚就会长大。到了结了婚之后，发觉原来他还是没有。我又给自己想说，小孩出生了以后，做了爸爸，角色转换了以后。可能就会变了，就一直这样子给希望自己。问您一个涉及您个人隐私的问题。好。这个问题我想问，您可以选择不答，好吗？可以。好。就现在有新的情感开始吗？我选择不答。那我有答案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看老师们会从哪些角度去谈他们的观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只做个人分享，不做跟您的个案的分享。我在结婚前我是没有做过饭的，我的老公他也是没有做过饭的。我们两个人可能最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没有想过家里边到底该谁买菜谁做饭，到底应该做什么口味，从来没有商量过。但是结婚过后我们会开始去商量，磨合出来过后是我们可能开始做早饭了，他有时间他起来做，我有时间我起来做，并且我们会了解到大家对方想要的是什么。在婚姻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先天就懂得如何跟另外一个跟自己完全不熟的人相处，并且对方也没有办法完全懂得他需要什么。比如说你吃菜的咸淡，然后你想要的菜品的口味，就要慢慢的夫妻之间告诉给对方，我想要你做这个，你想要我做那个，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合适，你应该怎么做。很多夫妻就是在慢慢的交汇当中，他们学会了如何去相处。但今天到现在为止，至少我现在没有听到你在婚姻当中你告诉给你的配偶你想要什么。我有一直在这方面努力，但是一巴掌是拍不响的。我想这样讲，我在努力的时候他都不付出。我为什么用我来做分享？我也是妈妈，我也经历过婚姻当中很多的沟沟坎坎，包括我们可能现在还会在磨合。每个人的婚姻当中都会经历掉对方不懂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有不懂的时候。你不选择他，但未来你选择任何人，你可能都需要跟他经历过这种磨合。同样对于男嘉宾也是一样的。我看到你台本里边写到，你把自己赚来的钱不是拿给儿子交学费，而是买了一辆奥迪。对。你能消费给自己，但是你不去消费给你的孩子的学习，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做爸爸的责任的。
先去学会做一个爸爸吧。爸爸跟孩子的互动当中，爸爸会学会如何教孩子承担责任，如何在受到磨难的时候如何坚持。同样做爸爸的也会给自己说，你看我就是这么坚持过来的。所以先好好做父亲。这个女人她自己如果能追到她的幸福的话，你应该祝福她，因为她毕竟算是一个好妈妈。好，谢谢周老师。谢谢。你们离婚证上写的是2015年1月30日离婚的，但是在我感觉，其实你们早已离婚了，因为丈夫这个角色是已经缺失很久的，没有任何责任和贡献，有的只能是吵架，甚至于动手。所以这个女人呢，心早已经死了。女孩这么多的苦，这么多年受的罪，很平淡，挨大莫过于心死啊。正如你所说，你就是假设性的单亲妈妈 ，AA 制，财务上你指望不上这个男人贡献什么，反而有可能是拖累。没有什么沟通，才会有很多的误解。这里面不光是你老公的问题，而是你。我相信，如果有3样东西这个婚姻里没有的话，你们早已经离婚了。第一，孩子；第二，就是婆婆；第三一个就是你自己这要强的个性。其实你早就知道自己看错人了，你找的不是这么一个人，你是心存幻想，你试图幻想说我能够改造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人都是你这样嘛，结婚前吊儿郎当的不讲责任感，结婚之后成立了家庭，你就慢慢就会长大了。殊不知啊，残酷的现实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你们结婚了7、8年了，没有改造成吗？你也很痛苦啊。一个女人结婚前很温柔的，结婚之后怎么变了？处处管着我，看不起我，对不对？不跟我交流，你也急啊。包括您的这个，问他，他都不理我。你自己也没争气呀。你自己要是争气的话，你能堂堂正正的做一个男人，让自己的爱人心服口服、崇拜、依靠你啊？你有吗？你这怪不了他。其实你已经决心走出来了，你已经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了。但是你丝毫没有忘记自己做母亲的职责，你天天去陪着孩子们，这个我们是理解的。我们有自己的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嘛，好吗？我们祝福你，但是我希望你即使在找新的生活幸福的时候，也不要慢待我们的孩子，好不好？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一个全情奉献的母亲，还有一个个性鲜明、特立独行而又缺乏智慧的妻子，一个无能的丈夫的产生的2个重要条件就都具备。在他成长成人之前，全情奉献、百般宠溺的母亲几乎把他宠至没有任何生活能力，也没有任何的责任感。本来如果遇上一个妻子，成立了家庭，有了孩子，倒是可以锻炼他的能力了，但偏偏又碰上一个个性鲜明、喜欢支配他人的妻子。虽然精明强干，却缺乏智慧。而每当急躁的性格一旦产生，双方一旦开始一些矛盾的时候，那个不该插入进来的母亲，又把你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战场后的灰烬打扫干净。所以这个男人怎么可能成长呢？你把儿子留给他，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你可能要寻找新的感情，更多的是因为你放心，因为有奶奶在那儿。但是其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是更悲惨的结局，就是你们虽然离了婚，但这个离婚并没有促使他的成长。孩子的抚养所有的责任依然分摊在你和他母亲身上，他依然是缺位的。还有你自己，人都有索取的必要，但我一定相信人一定也有奉献的本能。你难道没有奉献的本能吗？为什么离了婚之后你依然没有担当起做父亲的责任？你已经知道这些年来的婚姻造就了彼此多大的伤害，你也知道这10年的婚姻最终离婚，你缺失了多少父亲的角色，为什么你依然不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因为我是觉得现在我是应该要去赚到一点钱来养活家里人才行，
如果我天天待在家里，我可以天天没有说你一定要天天待在家里呀。对，赚钱并不耽误你去关爱孩子呀。但是因为我如果一正常干活的话，我一出门就2、3天说不定的。到目前为止，你依然无法成熟的规划自己的生活空间和时间。我注意到一上场，你那个脚一直在那儿动，右脚一直在那儿往那儿崴，这是一直在回忆痛苦的过程，伴随性的动作，不热烈的表情，反反复复的机械，让你现在其实内心已经是麻木，所以你们俩连架都吵不起来。复不复婚两说，找不找新感情两说，那都不重要，关键的是要沉浸自己。而你应该好好的、赶紧的培养起自己做父亲的责任。好，谢谢。老师们其实给到了不同的点，两位应该多学习学习。你应该学习一下做女人的智慧，你真得学习怎么做个好爹了。你至少你得先长大。是不是要复婚？真的想跟老妈妈说一句，别逼他们，你得把这个权利完全交到你儿子手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自己认为，就算无论有没有新的人出现，新的恋情出现，我不想跟你纠缠下辈子。我不会因为小孩去将就。在2005年6月30号我们相识，刚刚好差不多10年，真的。这10年来，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付出一切，还给我带来一个这么聪明的孩子，很感谢你。你对我家里人来说，对我来说也是算是我的恩人了，我也很感谢你。好，请亮灯啊！请回吧，谢谢。请关门，请关门啊！进段广告。现在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100万红包等你来拿。好了，看别人的选择吧，请开。啊，谢谢你，谢谢大家，请回啊，加油啊！好，看。哎。